1978年，改革春风吹满神州大地。在这个崭新的历史节点上，一批实力强劲的外资企业带着雄厚的资金和更为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机制，在中国投资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这让不少民族企业都着了急，他们纷纷希望通过与外资合作的方式乘风借力，直上青云。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方式。一些外资通过民族企业获得了中国的市场与销售渠道，而民族企业则依靠外资在市场竞争中步步领先。比如中国著名的基金品牌太太乐，正是在与雀巢合作后，市场规模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业绩蒸蒸日上，如今已经占据了中国基金市场的半壁江山。不过，与外资合作也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毕竟春风吹绿的不一定是青草地，还有可能是绞杀藤蔓。1990年，嫁给了美国庄臣公司的美嘉靖，在婚后立即被冷眼相待，1年内销售额从3亿暴跌至600万，无奈之中从中国第一护肤品牌的云端上跌落。2003年，中国排名第2的护肤品牌小护士被欧莱雅收购，可结果却是他自身的销售渠道逐步被欧莱雅的亲儿子卡尼尔吞噬。3年后，小护士从市场上销声匿迹。此外，还有金丝猴奶糖、活力28洗衣粉、孩儿面、儿童面霜等活在一代人童年记忆里的民族品牌，都是在外资红利的芙蓉暖被中被侵蚀殆尽。不过，中外合资的结局并非只有这2种。底层崛起的凡人宗庆后，就拖着娃哈哈从外资巨头达能的层层围剿中，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了从被收购到反收购的绝地反击。同床异梦的2家企业上演了一场闻所未闻的狗血大戏。掌门人亲自下场，煽动民族情绪，公开对骂，长线诉讼等情节轮番上演，还第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契约精神的讨论。达娃之争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商业战争，甚至一度惊动了中法2国的领导人。如今，人们提起这场酣战，赞誉之情有之，惋惜之情亦有之。如果人生有剧本，宗庆后演绎的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故事。宗庆后的祖父曾是张作霖的部下，父亲曾是汪伪政权的职员，在那个极为看重出身的年代，受此影响的宗家生活可谓是贫困潦倒。中学毕业后，宗庆后再次因家庭问题被师范学院拒绝。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先后做过一些小本买卖，补贴家用。18岁那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帷幕，宗庆后果断地告别了家乡，加入其中。15年的光阴里，他在舟山挖过盐茶厂，种过田，在村舍瓦房中度过了青春年华。那些年，在体力劳动之外，他汲取精神养分的途径就是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等都是在那段时间读完的，特别是毛泽东选集，他甚至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1978年，知青返乡大潮开启，33岁的他才借机回到了杭州，开始了在校办企业的工作生涯。这一干又是9年。然而，沉寂的生命包裹不住那颗不安分的心。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开始公开招标承包，这个消息如同命运馈赠的礼物，他立即主动报名，要求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商城某校办企业经销部。当时有朋友好心劝他，42岁还创什么业啊？固执的宗庆后当即反问道，你能理解40多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就这样，不问退路，借了14万，找了2个帮手，宗庆后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第1年，宗庆后戴着草帽，踩着3轮车，叫卖别人的棒冰和文具。第2年，宗庆后吃着蒸饭，踩着3轮车代加工别人的口服液。可他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利润低还不自由。宗庆后也觉得代加工不是长久之计，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而代加工营养液的经历，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保健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风口。在送货过程中，宗庆后还渐渐发现了小孩子不喜欢吃饭的问题。他想，如果能针对这个问题发明一款儿童保健品，应该会有不错的市场前景。说干就干，第3年，宗庆后联合营养专家以桂圆、红枣、山楂、
莲子等原料研制了配方，推出了自己的东西——儿童营养液，并在校办企业经销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一家营养食品厂。之后，他在杭报的科教版面发起了有奖征名活动。最后，在纷至沓来的方案中，宗庆后力压众人，首选的宗福拍确定了娃哈哈这个名字。接下来，如何让娃哈哈一炮而红，成为了摆在众人面前的难题。当时，电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做电视广告也是很多商家的不二选择。宗庆后派人打听到杭州电视广告的报价要21万，但那个时候娃哈哈账面资金只有10几万。考虑到曝光的重要性，他决定即使世界也要硬着头皮上。就这样，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口号传遍了神州大地，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与此同时，宗庆后还发现市场发展经销商的主要方式是先交货再付款，此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经销商经常拖欠货款，不给钱，公司不发货，经销商就没了；发了货，经销商和钱就都没了。于是追着经销商要债，一度成为很多老板的副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宗庆后在娃哈哈内部实行了联销体的模式。顾名思义，联销体就是经销商和厂家连成一体，经销商必须预付保证金，在进货前付清尾款，完成销售目标后，娃哈哈才会返还保证金。同时，娃娃还会给经销商一笔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息。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销模式，后来成为了美国哈佛商学院为数不多的引用的中国创新案例。在广告加联销体的双驱动下，娃哈哈营养液的知名度不断上升，经销商开始大量铺货，销量持续上涨，很快便供不应求。1991年，娃哈哈的销售收入已经飙升到了4亿元，净利润达7000多万。也是这一年，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主张下，娃哈哈吞并了国营老罐头厂，获得了其6万平方米的工厂，吸纳了2000多名职工，成就了一段小鱼吃大鱼的神话。第二年，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希望搞几个股份制企业上市试点，天选之子娃哈哈赫然在列。1992年，宗庆后代表娃哈哈集团与杭州市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桐庐王家峰业经营部一起筹建定向募集记名是普通股的股份制企业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美食城拟定注册资本金2亿元，每股面值10元，即2000万股。其中，娃哈哈集团以自有公积金和其他资金出资4000万元，持股20%；杭州市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持股19%，桐庐县王家峰业经营部持股0.5%，其他股份向内部职工和社会公开溢价发行，拟募资4.18亿元。要知道，娃哈哈是在校办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性质属于国有，而新建立的美食城则是宗庆后及其团队第一次实现对集团资产的所有权。到了1995年，娃哈哈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利税总额1.8亿元。同年，娃哈哈还进军了瓶装水市场，推出了娃哈哈纯净水。上市不久后，销售额就达到1亿，成为了市场主流产品。消费者普遍将娃哈哈与纯净水画上了直接的等号。在那个瓶装水前景尚不明朗的时代，刚转行到香港私人银行百富勤做投资不久的风投女王徐新，就立即主导投资了宗庆后的瓶装水业务。那段时间，宗庆后心心念念的就是尽快推动美食城上市，这样娃哈哈的干部和职工将通过内部职工股获得一笔可观的收益。可创业这条路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美食城在国内 A 股的上市之路频频受挫，原本要靠募资完成的项目，转眼间化为了泡影。再加上那2年在乳制品行业疯狂扩张的竞争对手乐百氏也一直在虎视眈眈，这一切都让宗庆后倍感焦躁。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娃哈哈开始从外部寻找新的融资渠道。当时国家开放的政策吸引了一批国际巨头进击中国市场。望着那些实力强劲的外资企业，宗庆后动了心。之后在百富勤的牵线下，宗庆后结识了扎根在中国10年之久的跨国巨头达能。达能是一家世界著名的食品集团，位列世界500强，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1996年，集团的总营业额高达839亿法郎，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对达能记忆最深刻的产品应该就是饼干了。可惜后来达能的饼干业务被出售给了卡夫，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在当时，达蒙的投资战略是与本土头部的品牌进行并购、合资或合作，在实现达能品牌的本土化销售的同时，从战略投资中获利。因此，与当年年销售规模10亿元、年利润2亿元的娃哈哈合作，对于达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娃哈哈这边进行一番深入考察后，也觉得达能在中国行事低调，他们在扩展的时候从不用自身品牌来强压本土品牌，除了投资和服务外，很少参与企业的内部管理，是一个不错的备选项。郎有情妾有意，1996年元旦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立即开始了。双方最关心的问题是，成立合资公司后，谁控股谁管理。当时外资与中国企业合作时，普遍的做法是将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交由外方掌控。因此，达能这边负责谈判的中国区总裁秦雀一开始就提出了控股要求。不过，娃哈哈考虑到当时很多合资公司成立后，中方的品牌都被弃之不用，可外资不熟悉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又不熟悉外国的品牌，这直接导致很多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的并不好，最终损失更大的还是中方企业。娃哈哈非常担心达娃的合作会走向这样的死路，再加上宗庆后本人对外资一直有所提防，他也想完全避免娃哈哈被外资吞噬掉的风险。因此，宗庆后坚定地否决了达能的控股要求。分不清的利益，划不清的责任，一度让这场谈判充满了火药味儿。在最激烈的时候，宗庆后直接摔门而出，上飞机就走，只留下秦雀的达能团队在原地瞠目结舌。经过漫长且反复的博弈后，达能与百富勤最终提出了一个微妙的合资方案。达能与百富勤合计持股51%，娃哈哈集团持股39%，娃哈哈美食城公司持股10%。合资公司董事长由宗庆后担任，宗庆后颇为满意。他认为，虽然达能和百富勤合计持股51%，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股东，并且达能和百富勤分别派了自家代表前来谈判，有时候两家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中方股东娃哈哈集团与娃哈美食城合计持股49%，还拥有董事长的席位，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不过事实上，达能与百富勤是通过在新加坡设立金家投资有限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来持有合资公司51%股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达能在金家公司的实际占股达70%，并且这家公司内部的股权变动，娃哈无权干涉。也就是说，达能其实已经实现了对合资公司的间接控股。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与达能及香港百富纯的合资仪式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根据双方的协议，娃哈哈集团下属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百利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饮料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与金家公司合资。金家公司一次性向这5家公司注入4500万美元，拥有5家公司各51%的股份。娃哈哈集团和美食城股份公司则占有39%和10%的股份。当时在娃哈商标这个问题上，娃哈内部评估了品牌价值和商标价值后，与达能签订了商标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娃哈集团将其注册的娃哈系列商标对价1亿元人民币独占性的转让给合资公司，1亿元转让费中的5000万元作为娃哈哈集团对合资公司的部分出资，另5000万元则由合资公司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娃哈哈集团。那个时候，宗庆后也觉得双方已经确立建设合资企业，将商标注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当年4月，娃哈哈集团就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关于请求转让娃哈商标的报告。不过当时国家商标局以保护民族品牌为由，并没有批准该申请。不久后，一场天灾降临，商标问题也因此被搁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由于百富勤大量的投资都在东南亚债券市场，一夜之间，
百富纯就从如日中天坠入了破产边缘。百富纯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我拯救计划，包括将其在金家投资有限公司中的股权出售给达能套现求生。这一操作完成后，达能成为了单方持股合资公司51%股份的第一大股东。那场风暴中，百富勤虽然紧急断臂求生，但最终还是成为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陪葬品。至此，这场中外合资大戏中只剩下了达瓦两方。百富勤退出后，在达能方的推动下，娃哈哈集团再次向商标局提交了关于转让娃哈注册商标的报告，但商标局再次以同样的理由驳回。后来商标的问题以其他的方式解决了，双方的合作开始进入了一段蜜月期。对于宗庆后来说，这场联姻让他如沐春风。达能虽为合资公司的大股东，但给予了宗庆后应有的自由与尊重。在合资公司的诞生宴上，达能中国区总裁秦却向大家敬酒时，笑呵呵地表示，宗庆后一定会将合资公司这个孩子健康地抚养长大。之后，双方每次在达能的巴黎总部开会时，门口都会悬起5星红旗。面对此景，宗庆后都要激动得几乎流泪。不过对此，宗庆后后来又说，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此后的几年间，在宗庆后的管理下，合资公司突飞猛进，巨额的利益也如流水般被送进了达能的口袋。多年之后，宗庆后在回忆与达能合期的合作时，还曾感叹道：“开始我们是谈得比较好的。从90年代起，中国就进入了国退民进的大浪潮中。在千禧年到来之际，这场政府部门与民营资本之间的改制博弈达到了高潮。一些优质的国企也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这其中就有娃哈哈的身影。要知道，娃哈哈创立之初只是一个校办企业，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性质是国有企业。2000年，按照浙江省政府相关改制的文件要求，原集团公司100%的持股方杭州市上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其中54%的股份转让给以宗庆后为首的经营者和职工。其中，宗庆后出资1.5亿元左右，占29.4%股份；娃哈工会出资1亿元左右，占24.6%。改制完成后，娃哈集团公司变为娃哈集团有限公司。也是这一年，达能投资了娃哈哈的老对手乐百氏。乐百氏创立于1989年，是与娃哈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企业，也存在多个重合的业务。达能出资2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7亿元，双方共同投资组建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由新公司吸收乐百氏原来的资产。股权分配上，达能持股92%，小榄镇政府持股5%，创始人何伯权及其合伙人则仅占3%。收购完成后，秦却担任达华合资公司董事的同时，还兼任了乐百氏的董事长。达能与乐百氏的合作引起了宗庆后的强烈不满。宗庆后想到，此前自己向董事会提多项投资建议，都因达能拖延的工作效率而流产。甚至当初娃哈哈想要装配新的纯净水生产线时，达能方面不仅没有提供帮助，甚至一直在拖后腿，最终使娃哈哈错失了产品上市的最好时机。此外，最让宗庆后感到愤慨的是，他觉得达能加入了娃哈哈后，不仅没有解决娃哈缺少核心技术的问题，竟然还如此张扬地投资了娃哈哈的竞对。根据业内人士所说，娃哈哈当初是怀着市场换技术的心来谋求达能拥有的酸奶冷藏技术，希望以此技术来赶超其他竞争对手。但达能对待娃哈哈和其他品牌一样，即使当初承诺要扶持本土品牌发展，可合作后迟迟未提供该核心技术。总之，在宗庆后看来，达能收购乐百氏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未雨绸缪，宗庆后决定主动出击。宗庆后与管理层商议，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建设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体外公司。这些体外公司的产品同样使用娃哈的品牌，法人代表包括宗秀华的妻子、女儿及亲信等。为发泄自己心里不痛快，宗秋还决定与乐百氏展开恶性竞争。娃哈哈宣布2001年将采取扩量、低价等销售措施，不惜一切代价与乐百氏争夺市场份额。显然，
恶性价格战的局面直接伤害到了达能的利益。于是达能出面与宗庆后协商，双方约定娃哈纯净水可以和乐百氏同时涨价。宗庆后信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乐百氏并没有如商店那般跟随娃哈哈一起涨价，最终只有娃哈哈销售受阻。经销商、二批商及工厂共积压了1000万箱左右的库存，宗庆后就这样被摆了一道。合作还在继续，可达娃之间的嫌隙却开始与日俱增。2005年，达能亚太区总裁易胜蒙退休，集团 CFO 出身的法国人范艺谋走马上任。在宗庆后眼里，这个外国人拿着高薪，还带着法国人的傲慢毛病，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家伙。而在范艺谋的带领下，达能系的职业经理人们也越发对宗庆后的专权行为感到不满。要知道，达娃合作中，达能虽然占据了绝对控制权，可这场合作中真正的话语权从来都是被宗庆后牢牢把持着。合作期间，达能也曾2次试图派遣财务总监和技术总监进入娃哈哈，但均被宗庆后扫地出门。或是调侃，亦或是在发泄不满。达能系在云南丽江组织团建活动时，这些职业经理人们还喊出了打倒娃哈哈、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达能系的职业经理人与宗庆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达娃合作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这一年，范艺谋发现了宗庆后建立非合资公司的事情，他立即开始着手调查。范艺谋深入了解后发现，2006年这些体外公司的总资产已达56亿元，当年利润达10.4亿元。然而与之相比，合资公司的利润却只有10.9亿元。利益分配问题永远是撕逼的推动者，达能立即发难。宗庆后，达能方提出，这些非合资公司使用了娃哈哈商标，拿走了本该属于合资公司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娃哈以4:1的价格将这些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出售给达能。宗庆后随即向达能表示抗议，他认为达能根本是在低价抢购。想当初娃哈让达能继续深入投资，达能却以各种理由推脱，如今无非是看到娃哈哈自己做得好了，想便宜拿走。宗庆后决定与达能硬碰硬，一场旷日持久的达娃之争就此拉开帷幕。2007年4月3日，经济参考报以宗庆后后悔了为题，独家报道了达能欲对娃哈哈进行低价并购这一事件。文中宗庆后用一种追悔莫及的语气表达了达娃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达能精心布置的圈套。这篇文章也让达娃之争的核心问题娃哈的商标正义浮出水面。原来当初娃哈哈2次申请商标转让被驳回后，达娃双方就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双方在合同上有这样一条规定，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这一条款简单点说，就是娃娃要使用自己的商标生产和销售产品，需要经过达能的同意或者与其合资。这使得达内有机会以商标使用合同中规定的娃哈集团不应许可除娃哈达能合资公司外的任何其他方使用商标这条为由，强行收购几家非合资公司。在宗庆后看来，确实是自己当初对品牌商标的意义认识不清楚，才使得娃娃现在深陷泥沼。此外，他还细数了双方合作期间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娃哈哈想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区等项目时，达能则不愿意进行投资，因此娃哈哈只能通过建设非合资公司来进行这些项目。他还重点提到，10年来达能在娃哈哈仅投资1.7亿美元，连买设备、建厂房的钱都不够，巨大的缺口全靠娃哈的资金在周转。最后，宗庆后还说到乐百氏，称达能接管该品牌后，乐百氏就一直在亏损，这也令他不得不为娃哈哈的品牌感到担忧。事实上，关于乐百氏，宗庆后说的并没有错。在2001年乐百氏归达能，仅1年后，原有的何伯权、杨洪强、李宝磊等5位高层集体辞职。到了2006年，乐百氏直接亏损1亿多元，达能无奈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了架构调整。
市场也一度传闻称，乐板是有30%的销售人员被裁，工厂方面裁员幅度达40%。这篇报道也让达娃之间的恩怨彻底公开化。不过事实上，宗庆后一开始并不想将达娃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他之所以会接受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采访，只是想通过内参的方式跟上面通个气。后来宗庆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如果没有那篇文章，也许我们会在谈判的框架中继续，没准现在这个矛盾早已解决了。但其实此报道为宗庆后争取了一些舆论支持。矛盾公开化的当天，国内另一大饮料巨头娃力宝集团董事长叶洪汉公开发表了一封声援信。他在信中写道：3月中旬以来，我注意到宗先生在保护民族品牌、反对外资垄断中国饮料行业，并积极提议立法限制外资恶意并购的举措，对此我表示极大的声援和赞成。4月5日，面对步步紧逼的宗庆后，范艺谋也开始通过媒体还击。他表示，所谓低价并购是双方在2006年12月签署的一个协议，可仅1个月后，娃哈方面就向达能表示要推翻上述协议。对于宗庆后的圈套论，范艺谋也毫不留情地反驳道：合资公司的合同曾进行过3次修改，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宗庆后先生怎么可能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连续3次被我们欺骗，掉入签约的陷阱中呢？在他看来，宗庆后违背了合资合同中对于品牌使用及非竞争的规定，在没有得到应有授权的情况下，建立了一系列使用娃娃品牌的公司，并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与合资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有媒体报道，早在两会期间，达能就主动给娃哈哈发了3次传真，提出召开董事会，可娃哈并没有回复。两会结束后，娃哈因妇女董事出国未归，依然表示无法召开董事会。没想到达能直接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宗庆后咨询律师后得知，如果一方股东连续3次要求召开董事会，另一方不参加，那单方即可召开董事会，并视为参加者同意董事会决议。面对达能的步步紧逼，宗庆后立即向达能发了一份传真，说：我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8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动诈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在范艺谋公开发声的当天，也就是4月5日，一直未能如期召开的董事会得以进行。据接近娃哈的人士透露，达娃合资公司的董事在杭州召开了董事会，双方吵了足有10个小时，鸡同鸭讲，混乱不堪。但最后走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结局。4月8日，宗庆后接受新浪财经专访，与网友对谈，并借此契机大爆料。他先指责达能在自己参加人大会议期间，想要强行召开董事会，单方强买娃娃的股权。其次，他还说，达能现在反过来想收购双方之间的非合资公司，无非是因为他在中国投资的其他项目收益并不如预期。而现在中国饮料企业10强，达能都并购5家了，已经构成了外资垄断。这次访谈中，宗庆后把网友支持民族品牌的热情当成了自己的武器。他多次强调，民族品牌建立了不容易，呼吁网友保护中国的民族品牌。要知道，2006年，达能抓住光明乱用商标使用权协议的把柄，以诉讼逼供光明，达到了在股改时增持股份的目的，以每股4.06元的低价购买了受让的部分非流通股，从而将持股比例上升为20.1%，成为第3大股东。这样，达能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早就是一个精于算计、欺负老实人的侵略者形象。为了不让下一个民族品牌重蹈覆辙，网友开始奔走疾呼，本土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娃哈哈就是保护民族企业。达能方反应也非常迅速。4月9日，达能集团致信新浪财经，称娃哈的所作所为也让达能的大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范艺谋对宗庆后打民族感情牌的行为嗤之以鼻。他说：你女儿宗馥莉都已经转换成了美国国籍，你自己也拿着美国绿卡，还在这谈什么民族主义？刀光剑影时，一家媒体发文称，自2006年11月8日起，宗庆后已经设立双账户，
要求各地销售公司理清合资与非合资的渠道与账目。这表明他早就想通过销售渠道赶走达能。文中还说，现在宗庆后已经对娃哈哈各地一些分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大换血，扶持听话的年轻人，以便推动女儿宗馥莉上位。清理掉达能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合作之初，宗庆后就和达能约法4章：第一，品牌不变；第二，董事长的位置不变；第三，退休职工待遇不变；第四，45岁以上的职工不许辞退。而日常管理中，宗庆后更是依靠在集团多年积累的威望，用强硬的手段来减少达能的插手。总而言之，宗庆后以一种鹰派的方式在这段关系中占了上风。而此后达能的攻势亦如范艺谋说的那样，是为荣誉而战。4月11日下午2点，达能在上海举行发布会，展示出了当时签订的原始合同，再次否认宗庆后对达能不愿投资的指责，并重申当初40亿元购买非合资公司51%股份的价格曾得到宗庆后认可。范艺谋在发布会上宣布，已于4月9日正式向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发出通知函，要求其作为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对非法成立的非合资公司准备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如果30天公司管理层不采取任何行动，将自动启动法律程序，就违约责任提出正式诉讼。我这次是跟达能拼命了。面对盛气凌人的达能，宗庆华放了一次狠话。2天后，娃哈哈发布了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的事实真相的声明，首次提出了达能拿出的合同不是在商标局备案的合同，达能强制娃哈签订了阴阳合同，欺骗了政府监管部门。娃哈哈说的阴阳合同是指达娃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简繁两式，当时只将一份检视合同向合法核准备案，约定非常详细的凡是许可合同从来没有上报过，更谈不到审批，当时就没有生效过。根据当时的法律，商标使用许可需要审批备案，许可期限为10年，但在这份凡是合同中约定有效期为50年等条款，违反了国家当时的法律法规。之后，娃哈哈又拿出了一份合同，早在2005年10月12日，双方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1号修正协议第2条中，达能已经许可27家娃哈哈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商标。然而，对于补签的第1号修订协议，达能的解释是在双方合作的10年间，因为陆陆续续有了其他达能与娃哈的合资公司，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最初许可的是娃哈与金家合资公司，因此双方才签署了这份修订协议，扩大原合同的许可与在被许可的产品范围。而且严格来说也不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检视许可合同和商标许可合同之间只是简单和详尽的区别，二者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双方还约定有异议按照详尽合同办。达能还说，因为当时宗庆后解释，由于商标局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原因，商标转让的登记手续一直没有完成。之前达能方一直相信宗先生的解释，直到争议发生后，达能通过有资质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到国家商标局进行了查询，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发现，国家商标局从来没有收到过有关娃哈商标的转让申请，更没有任何驳回转让的记录。对于达诺的质疑，宗庆后回复称，国家商标局口头驳回也是驳回。此后，达能多次在公开场合谴责娃哈违背契约精神，而娃哈商标权的争议彻底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从2007年5月开始，达能不再理会娃哈哈的口水战，正式启动对娃哈哈的法律诉讼。达能集团不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宗庆后及娃哈系列公司提出8项仲裁请求，更在6月4日向美国洛杉矶法院对宗庆后妻女提起诉讼。达能的诉讼战略是同一理由在全球多地起诉。在那段时间，诉讼材料每天一箱子一箱子的送进娃哈哈的总部大楼，赔偿金额也从1个亿不断增加，令人胆战心惊。当时社会精英还一边倒地支持达能，所以宗庆后自己也不敢下定论，只说我们不一定赢，他们也不一定赢。6月6日深夜，宗庆后洋洋洒洒地给达能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细数了过去10年间娃哈与达能甜蜜的往昔，
以及走到今时今日娃哈所受到的各种诬陷与委屈，字里行间里尽显愤怒与无奈。在信的最后，他表示要告别达能，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达能在第2天宣布接受该辞呈，并以任命达能亚太区总裁范一谋临时接替合资公司董事长之职。不久后，宗庆后主动爆料称，在辞去董事长职位之前，达能一直在派对自己与娃哈哈公司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拍照、摄像，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曾遭窃听。面对指控，达能回复称，我们从来没有雇佣任何人、任何公司来监视宗先生。达能雇佣的是调查公司和有关的保安公司，他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中国有关法律许可的。其实达能这边也有点自顾不暇了。6月8日，6台来自娃哈哈全国经销商代表、娃哈哈全体销售将士、娃哈销售公司市场部、供应部代表、娃哈秋涛基地职工、娃哈富沙基地职工和娃哈乐维基地职工代表的公开声明曝光。这6份声明强烈谴责了达能，并表示坚决支持公司对达能的仲裁，积极因素奉陪到底。虽然这6份声明与此前娃哈公布的各类文字资料风格相同，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但至少体现了渠道商和娃哈员工的立场。反抗的高潮出现在达能的上海媒体见面会上，40多名娃哈哈员工统一着黄色上装，高举横幅，整齐地高喊"我们要宗庆后，不要达能"等口号。要知道，娃哈产品遍布全国的经销渠道网络，一直是达能非常看重的资源。而且达能此前还曾发布过公开信，向所有经销商示好，表示不论争端将以何种方式解决，达能集团都将尽力保证娃哈合资企业的所有员工及全体经销商利益不受到侵害。但如今渠道商和娃哈员工的表态也足以证明达能已失人心。而后宗庆后也开始带领娃哈反诉达能。6月14日，杭州仲裁委员会依法正式受理了杭州娃哈集团有限公司提起了娃哈商标转让纠纷仲裁申请。7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娃哈哈对于秦雀担任合资公司董事期间违反关于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的诉讼。更让达能心力交瘁的是，这场蔓延全球的法律诉讼大战中，达能接连战败。不仅在中国起诉宗庆后及非合资公司的一系列案件均告败诉，而且达能的董事们被多家法院认定为违反董事竞业禁止，甚至包括从美国、意大利到法国的诉讼也被一一驳回。其中一个非常荒谬的案例是，达能联合毕马威事务所起诉非合资公司。2007年11月9日，英属维尔京群岛最高法院签署法令，要求委任毕马威作为接管人，临时性托管并冻结娃哈非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资产。然而，娃哈哈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转头就将毕马威事务所告上了法庭，哄得对方赶忙登报道歉，认错而退。最让达能头疼的是，长线诉讼战耗费了达能巨额的公关费、代理费。有律师称，境外律师的费用非常高，1小时就是几百美金、上千美元，况且有些仲裁一审就是半个月。从财力和精力上，达能都感到非常疲惫。达能2008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该公司有5700万欧元的其他运营开销，主要来自于非结构性的法律诉讼等相关成本。或许是因在诉讼战上的多次失利，达能高层又开始表达和谈的大门并没关上。在舆论战、诉讼战齐上阵后，这场商业层面的战争还惊动了法国政府。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这次议程中明确包含了双方政府对于达娃之争的议题讨论。而萨科齐在中国之行中，也数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场合主动提起该议题。虽然中国商务部已经明确表示了中立，但萨科齐明确希望达娃之间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或许是达娃都体会到了诉讼战的艰辛，之后在政府的斡旋下，双方开始努力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2007年12月，一直担任达能亚太区总裁的范一谋得到升迁，范的调离也被解读为是开始和谈的信号。不久后，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了。
据说达能最先希望以500亿元人民币将其在合资公司的股份授予娃哈哈，后来降到了200亿元以内，但一直都未谈妥。2008年8月，娃哈哈商标归属争议有了最终的结果，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娃哈商标被确认归属娃哈集团所有。根据法律规定，该裁定为终局裁定，达能不得上诉。纷纷扰扰的商标归属问题，经过了长达1年多的争议后，终于尘埃落定。娃哈哈将商标牢牢地捉在了自己手上，和谈仍在继续。2009年2月，有媒体报道达能再次惹怒宗庆后，他放话，如果达能在漫天要价，就解散所有39家合资公司。要知道，现在商标已判为归娃哈哈所有，一旦39家合资公司解散，达能所剩的仅是合资10多年留下的厂房设备。而对于宗庆后来说，商标已经重新夺回，市场人员可以由非合资公司接管，即使合资公司解散，无论如何损失都要比达能小。当所有看官都在猜测和谈是否会有新的变数时，事情却突然峰回路转。2009年9月30日，达能和娃哈哈集团正式宣布，双方已达成友好和解。达能同意将其在所有合资公司中的51%的股权出售给中方合资伙伴。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与双方纠纷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将被终止。关于转让金额，虽然没有对外公布，有业内人士猜测大概为4.37亿美元。这场一度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中外合资婚姻，终究还是以离婚收场了。被迫退出娃哈，对于跨国巨头的达能来说，是其中国战略的一次失败体现。达娃之争虽然平息，可这场纠缠的情与理的争斗，却让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契约与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本应该是各利益主体共同遵守的底线。宗庆后虽然胜利了，但依然践踏了市场之本。击退达能后，宗庆后曾志气昂扬地对外表示，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中国的企业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发展。但据一些外媒报道，达娃之争让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投资风险产生了很大忧虑。此后，宗庆后继续强化对娃哈哈的控制力度，所有事亲力亲为。宗庆后的前秘书曾说，娃哈的所有决定都是由宗庆后一人拍板，没有人敢提建议，也没人敢顶撞宗庆后，包括宗庆后的女儿宗福利。是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宿命，独毛选的宗庆后打得过外部的豺狼，却挡不住时代的浩荡车轮。2013年，娃哈营收为783亿元，辉煌达到了顶峰。可顶峰即命运的拐点。2014至2016年，娃哈哈的营收呈持续下滑态势，到了2017年仅为456亿元，较巅峰时期跌去约40%。电商崛起，网红产品爆款频出，而娃哈哈却逐渐沦落成了土的代名词。即使这几年国货热潮开启，娃哈哈也只能出来卖卖情怀，没再掀起什么惊艳的水花。光辉已逝，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可再回首，一切恍然如梦。